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Hello， 大家好，我是凤凰。我们今天要来回复一个呱呱们很常询问的问题，对，就是跟梦境有关。梦境，对，其实我以前也问过芬多奇这个问题，然后我有把曾经就是这样的对谈有写到 Medium， 就是我的一个部落格里面，这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然后这个影片呢，其实有被剪到麻瓜通灵日记的第8集，然后就讲到最后面，然后我说芬多奇，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有意识的陪伴我，然后应该是他说吧，然后我就流下了眼泪。那个时候我有问他关于梦境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其实梦境就是你想象你的灵魂系统呢，像是一个例如说微秀影城，那微秀影城呢里面是不是同时会有很多影厅都放着不一样的故事的电影？现在我们醒着嘛，所以我们其实是例如说第5厅，然后里面演的那个大宝跟第5厅里面演的那个凤凰，睡梦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那个荧幕上面的角色退下来，然后就回到一个观众的位置，然后就我可以去其他厅逛一逛，看看其他厅的我在演着什么样的故事。对，所以其实灵魂的中央系统它会去收集每一个厅所演着的这些人生故事，然后把它集合起来，这些数据，这个数据就会回到中央，然后中央就会说现在第一厅的大宝他已经中了乐透了，现在第2厅的大宝失恋了，所以情绪非常的低落。第7厅的时候大宝他是演面包，就其实灵魂它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就像在不同的影厅，用不同的身份，然后演着不一样的故事去经历这一切。只是当我们醒来的时候，马上就会从那个观众的角色又回到某一个影厅里面，继续体验自己的故事。其实，在每一个厅的每一个电影里面，你所有得到的经验值，它都会重新的再传回到灵魂的中央系统，因为大家就会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进化。所以，例如说第3厅的大宝学会了跟财富平衡的诀窍，于是2、3、4、5、6、7、8厅的大宝就好像也没那么纠结啦，对。然后就是说第9厅的大宝他犯了一个错，但是他认真的忏悔而且弥补了，而其他厅的大宝突然间那个罪孽感或者是那个罪恶感，不知道为什么就减轻了。对，这也是为什么人家会说什么前世因为做了什么事，所以我现在要来做什么。这其实这个前世啊，跟现在它不一定是真的有时间顺序的，因为我们之前聊过，时间它不是线性的，有点像是例如说我在第3厅演一个疯狂的杀人魔，那我在第7厅的我，于是我就决定我这辈子不要再杀任何的生命，类似这样，例如我可能就改吃素，或者是我对于人有更多的爱，就反而是用一种别的方式来去完整我的体验，或者说我成为一个专门辅导杀人魔的心理咨商师，在监狱里服务，对，也是有可能。对，所以有点像说，其实在梦境的时候之前很多说法说你在梦里面可能梦到是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其实这件事情在芬多奇解释的这个系统里面，对，完全成立。其实我记得在看那个与神对话里面也大概有讲这种东西，真的。他的意思是说，你人肉体在休息的时候，其实你的灵魂也需要休息。所以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灵魂回到1里面去休养。那1里面是什么？就是所有。所以其实你会在1里面遇见了其他的，不管是你的灵魂还是别人的灵魂，类似这个概念。所以也就是说，不只是在微秀影厅里面，你还可以去，例如说去坎城那边，然后看看坎城那个影厅那边电影院里面在演什么，对，然后或者是到美国的影厅，到日本的影厅，对，看看在演什么。所以你不一定会遇到平行时空的自己，你可能会看到别人的时空，你会跟别人的时空交错在一起，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没有到过那个地方，或是你曾经有點類似預知夢的概念，就是我可能從來沒有來過澳洲這個地方，可當我某天踏上這個土地的時候，我覺得很熟悉，是因為我可能在夢裡面來過。因為另外一個時空的你就去過，而且那可能就隔壁廳而已，很近。對，他還不用出國就隔壁。對，或者是你在夢裡面其實夢過這個東西，或者是夢過這個地方，夢過這個人，對，有點類似這樣的概念。但我有發現有的人他們會很善用夢來協助這一個時空的自己，例如說有的薩滿會做清醒夢、預知夢。对，然后或者说透由解梦来放下一些就是这个时空的，就是遗憾啊，或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就会很像是，就是我很安排好，就是我的1、2、3、4、5、6、7、8厅在演什么，对，然后我1到12厅，我这个东西就是会很接近。例如说，我们全部都播同一场电影，可是我只在里面某一些情节做了一点改变，对，那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做 A 选择的时候就是2厅，我做 B 选择的时候是3厅，对。然后说第4厅它这个比我们早播半个小时，所以我比较知道后面的情节，对。
好像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回馈到自己原本正在主演的那个电影的里面的自己。与神对话书里面讲，你在梦里面是愉悦的，是快乐的，不管是彩色或黑白，这个倒没有一定，但是愉悦快乐的，这代表你的灵魂正在被就是它正在充电中。但如果你今天做的梦是非常的痛苦，然后是很多的悔恨或什么的，那个其实不是你灵魂正在休息的状态，是反映了你身体或者是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哦，像我有一阵子就是会一直梦到我又回到那个考高中联考的那个考场，对，然后那一阵子就是日常的生活其实也是蛮紧绷的，然后做梦有时候就在梦中持续紧绷，而且还会一直梦到有一种竞争啊、拼输赢啊的那种一次定终身啊的那种恐惧感，会不断的再传回来这样子。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梦就是最惨，就是在梦里面过了一天，然后早上起来就想 shit， 我要再过一天，我要过2天。刷牙、出门、吃早餐、去公司上班，然后见了哪些客人，然后怎么，然后到晚上下班回到家吃晚餐，然后吃完晚餐之后决定要睡觉之后，我刚好醒来，愤怒。哦，那真的很痛苦。我以前就是还在台湾的银行上班的时候，大概每一个周期、一段周期就会做一次这个梦。但我觉得有一些是很有趣，就是你有没有常常觉得我们去过一个地方，听过一段话，看过一个人，这个我就觉得很，你有问过他这个问题吗？ Déjà vu 吗？我其实没有问过哎，可是我觉得，就如果我们在睡着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时间就不再是线性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有可能在某些缝隙，就是得知了前后的事，时间前面的或者时间后面就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其实像说你刚刚提到萨满预知梦，就是如果强化这个能力，其实有可能，我觉得是可以窥探更多或者更真实的存在这样子。对，而且其实有时候不是透过梦境，有时候不是像神明也会来提醒你，就说，你下礼拜去海边的时候，可能要小心哦，怎么样？然后你就想说，我又没有跟神明说我下礼拜要去海边，他是怎样？他是怎么会知道未来的事情？对，因为他们的那个所处的时空，就像是我们睡着的时候是，有点打破时间概念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每次睡觉都会做梦，因为我其实3秒就睡着，我一直以为我睡眠品质很好，一直到我开始有晕眩的毛病去看医生，医生才说你从来都没有睡好过，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脑袋一直不停的在动。大家不是醒来梦都会忘记吗？可以记到中午。这么精确，记到中午。对，就是。那你没有试着要把它写下来吗？因为不是有一些呱呱来跟芬多奇相谈，然后就说，你很擅长利用做梦的时候跟你的指导灵连接。对，他说，所以你之后有一些问题，你可以试着在睡前的时候把问题写下来，然后你想着这个问题去睡觉，然后醒来的时候，有什么灵感就可以马上回复。对。其实可以试试看这个，我觉得还不错。我下次来试试看。但我有做过一些就是蛮多冒险的梦的，然后像我爸好像有一阵子要出卖我爸有一阵子好像就是投资，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因为那个投资的状况不是很好，可是又被其他股东就是追讨的时候，那一阵子我妈就说我爸会半夜都有人在追他，然后就吓醒，然后说有个黑影在追他，然后不知道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我人生这么长到现在，我其实没有吓醒过。但我前阵大概2-3个月前吧，我有哭醒过。为什么？那阵子我在生活上面也是遇到了就是很不好的事情，就是很难过的事情。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哭醒，就是醒来都是泪，而且我是真的这样子哭醒的。然后我哭醒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再哭了，所以我才把自己哭醒。这样你听得懂吗？就是我在梦里面告诉自己说，好了，不要再哭了，这件事情就让它过，然后我就醒了。醒了就有一种还好我醒了。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长时间一直在一个哭泣的状态。那会不会其实就是等于是你在睡着的时候，宣泄，对，才有宣泄的机会。总之这件事情就是我把它算是处理，就是我自己度过那段时间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就再也没有。对。那你有小时候尿床的经验吗？我超多小时候有啊，所以后来我就告诉自己说，当我梦到我要上厕所，我就要把自己弄醒，认真去上厕所，不可以在梦里面上厕所。对，我也在梦里面上过厕所，都已经在马桶上了。梦中的我就准备好尿咯，然后结果一尿就怎么温温的？哦天哪，我在床上。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赶快去想办法掩饰这件事情。但我最近有一件很有趣，我有跟你讲嘛，就是我最近开始会梦到别的时空的自己。对，然后我不是跟你说，我觉得我好像是每个宇宙里面最强的。比如说他们有1个能力、2个能力、3个能力，但这3个能力我好像在这个宇宙都会有然后而且我好像是就是所有里面，他们都是你的比较弱的分灵体。对，我就是比较强势的那一个。然后我也有梦过我老公。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别的宇宙里面有几个宇宙跟他也是谈恋爱，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很好。
就是他在那个宇宙的脾气没有这个宇宙好，然后就我们的关系也是比较疏离一点点。只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好像某几个宇宙也是我跟我现在这个老公是有缘分，但我们没有结婚，而且是那种濒临分手的状态。然后我醒来就跟我老公说：“你知道吗？我只有在这个宇宙跟你结婚。”就说：“是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宇宙你是对我最好的。”他应该要去做个梦，然后看看别的宇宙他跟你看看搞不好他选择别的是比较好的。他说：“对不起，凤凰，我决定去另外一个宇宙，因为那个宇宙你对我比较好。”然后每天都去睡觉，不想起来。如果假设真的就是时间不是线性的，是同时进行的话，其实你跟很多人的缘分，或者是说认识，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是有可能发生。但这些事情是发生到我静心以后才有做过这种梦，我以前没有。所以不知道，可能就是静心被开发了你的这个跨时空的梦。之前我有访过一个那个通灵人阿鸟啊，大家都一直把他误认，不是哦，再讲一次，不是我。阿鸟的指导灵也是一只凤凰，对。然后呢，那个芬尼克斯就一直在训练阿鸟说，你不要去想那些什么前世跟未来世的事情，你要不断的聚焦回到当下。那在这个教导的同时呢，阿鸟自从跟他接上之后，他说他几乎没有在做梦。我就觉得，这也许是他们一种协定。其实我蛮喜欢做梦的，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可以了解很多不同的东西，去看很多不同的东西，好像就真的是飞出去玩的感觉。所以我其实很 enjoy 在做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 keep 我的梦境到我还能记得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梦境的部分是蛮有趣的。但是就像你讲的，你很 enjoy 做梦，可是这也同时导致你睡眠很浅，睡不好，所以你还是要权衡一下。对，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能够好好的睡觉，然后不要做梦，行有余力再做梦。对，然后不要为了追求做梦而做梦，不然你就睡不好，对，肉体就睡不饱，你就没有好好休息，没有充电。对，而且通常睡前看什么都会做到怪梦，比如说你看一个侦探杀人，晚上就真的会不好。就大家睡前不要再滑手机，对，跟自己相处一下。好，我们凤凰用一种师姐的能量劝世收在这边了，谢谢大家。有什么梦境的问题，我们可以下次再聊。对，谢谢，拜拜。